这是刚捕捞上来的3月鲫呀，活蹦乱跳的。虽说这鱼又小了一点，哎，但可治杂鱼酥啊。哎，你再看这条，哎呦喂，春子满母腹啊！春子满母腹，可是他乡之人吧？是啊，岭南这边啊，把鱼子都称为鱼春子。3月吃春子正当时啊。可若诚心要买的话，我可代为抛之，取出春子，起鱼肉，如何呀？等等。我懂了，七郎不是在生姑爷的气，七郎是在为那新来的右相使者而烦恼。七郎向来福大命大，又巧舌如簧，就算那右相使者来了，又能怎样？你再多说一个字儿，把你舌头薅下来扔长安。惹。狗儿，狗儿，狗儿，正宫，岭南记三郎拜见正宫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姓郑啊？狗呢？七郎切莫惊慌，在下不过略通方术，并无恶意。此番前来是为答谢正宫恩义。九娘、11娘，老祖宗，还不快快谢过恩公？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这又是谁啊？为什么谢我呀？正宫可还记得今日于那渔翁之手救下的那篓鱼？记得。那篓鱼正是某的子孙。你是于大爷。我观七郎伶俐俊俏，谈吐不俗，必然是出身显赫，本该有一番大作为，为何沦落至此？说来话长，名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我从小就想弃笔从戎，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阿爷蒙冤，我们全家被逐出正室，成为了庶人，我也就失去了从军的机会。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。宋无忌死后，我才有机会接近左相，左相也给了我重回正室的机会，我才来到这岭南，过上这心惊肉跳、刀尖舔血的日子，就是希望事成之后能够重回正室，能够重回军籍，披戎装，上战场，效忠大唐。七郎真乃善良忠义之士，现身此事，定是乘愿而来，必有因果，一切皆会好起来的。
借姬三公子吉言，但不知为何近日总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夜不能寐。姬三公子，你不是通晓方外之术吗？能不能帮我预测一下未来？这很为难。罢了，我与七郎一见如故，那便替汝窥视一番天机。怪哉怪哉，此劫来势汹汹，为何又如昙花一现？却是日子临近，不能尽显。日子临近，有多近？明日便是七郎达县之时。明日，看来真是那右相使者在劫难逃啊！七郎，此虽乃见血殒命，同归于尽之兆，但同归于尽，一切有违法。浮生若梦，七郎不必惶恐。你说不惶恐就不惶恐了。我是一介凡夫俗子，只是还有很多事未了。如果明日真的没了，我不想没呀，还有没有转机呀？七郎，谁？这孩子又不盖被子。一念自在，善哉善哉。七郎生死关头，仍还念及他人，某必尽全力延你60日阳寿。到了大限之日，七郎自会知晓。危难之时，七郎只需一路向东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切莫回头，此劫便破了。否则，神仙难救。为相者，理应协理阴阳，权衡万事。那荔枝跟国家在右相心里是如何权衡的？在圣人心里又孰轻孰重啊？这荔枝转运的利弊，本相早已对你说过，为何又问出这些糊涂的话来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。把新鲜荔枝运过来，右相可知道？岭南的荔枝园里砍了多少成树吗？有多少骑手奔波涉险？有多少木间马匹横死？多少江河强弩折断？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呢？为了把新鲜荔枝运来，我不仅丢了朋友，也失了良心。可这些付出跟牺牲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右相奉承贵妃，讨好圣人。换来了右相在文武百官面前炫耀你的权势，举天下之力，奉一人之私，倾贱民之血，养权贵之欲。直到此刻，我把新鲜荔枝运到这儿，我才知道我从岭南运来的是个什么东西。这是一面镜子。太宗皇帝说过，以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鉴，可以知得失。今日以这新鲜荔枝为鉴，可以辨中间，可以让天底下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，到底是谁在祸乱朝纲，谁在蒙蔽圣人。混账！说这
些话，你就不怕掉脑袋吗？我要是死了，就如同这圣诗一同传遍天下，又像是要陷圣人于不义，为圣人招来昏聩之骂名吗？李仁德，你狼心狗肺！你身陷泥潭之时，是右相救了你。你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！你闭嘴吧，尚有变！你这种人是说着最漂亮的话，办着最龌龊的事啊！这一路下来，有多少人像你一样，如那蚂蟥一样攀附在牛尾巴之上啊，拼命的吸血，尽尽所能压榨精华，为己所用。你们就像一群高高在上的蠹虫，如那一簇簇放置很久的荔枝一般，外表光鲜，内里早已腐烂流汁，臭不可闻。我李善德这辈子窝囊怯懦，上不能辅佐君王，下不能照顾家人。但是我唯一自豪的一点是，我不曾害人，不曾违背本心。荔枝转运乃我毕生大错，即便不能赎罪，我也不能助纣为虐。这个官儿，我不当也罢。我不想成为日后史书里写的那样，成为一个佞臣，一个酷吏，一个媚上欺下的小人。滚！右相，此人杀了李善德。舅舅，我阿爷在哪儿呢？你阿爷说让咱们在这等他，别着急。秀儿，这个给你，你留着花，不能让阿爷知道。嗯，快藏起来。七郎，姑爷来了。来了，快去。阿爷，是。阿爷，哎呀，是，哇，你看看，好，你看呐，荔枝先运到了吗？也运是运到了。你别操心这事了，快，咱赶紧一起走啊！去哪儿啊？去岭南。我在等一个结果。这什么时候你还等结果？等什么结果呀？恭喜你走。结果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先去。秀儿，到了岭南一定要听阿爷的话。岭南有很多舅舅的朋友，到时候舅舅领你去玩啊！快走，走吧。走，你保重啊！走。放心吧。保重啊，平安。保重。啊，走吧。一定得来啊！去。保重。好歹来了。怕是我马桂云的身份暴露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去哪儿？李善德的老宅。快走。右相常说，为圣人尽忠，为贵妃尽心，乃臣分内之事。世事难做，但只要用心，就一定能成功。岭南距长安5447里，奴婢作为荔枝都使，以忠心为马，决心为轴，忧心为翼，诚心为旗，四心并用，将这新鲜荔枝带回了长安。奴婢别无他求，只要圣人开心，贵妃高兴，奴便心满意足了。圣人，臣以为，圣人若要论功行赏，便不好有所遗漏。臣记得还有一位荔枝使，写就了一部
荔枝转运方略。哎呀，为了递帖子拿批文，求遍了3省6部，在坊间闹得是沸沸扬扬。此人也该有功吧？左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那个荔枝使从未执掌过采买事宜，毫无经验。至于他写的那个什么转运的韬略，都是纸上谈兵，难以实现。只因当时时间紧迫，不宜临阵换将，所以才让于常侍以督使之名接手了此事。哎呦，如此说来，此次荔枝转运之事，乃是右相运筹帷幄，于常侍冲锋陷阵，两人配合默契，才立此不世之功，成就了今日之盛宴。湖北之举，某佩服，佩服。惹，卿等闲劳，高将军，赏。惹，谢圣人赏赐。绣方没有，家也没有。他带个闺女，能跑哪儿去？大哥，周围翻遍了，没找到。你们也是废物！大哥，大探长了！有人看见李善德带着闺女偷了几扇门，往城外方向去了。再说一遍，有人看见李善德了，往城外方向去了。于常侍说一定要杀了李善德，他带个闺女，他走不远。追！这位仁兄，我刚刚听您说找谁？干你何事？是不是李善德？我也在找他，他找我借了20贯，到现在找不着人影了。我找了好几天找不着，你找着了吗？你谁呀？我是他小舅子呀。他真的找我借钱了，你看，真的是20贯。嗯。七郎，七郎，你怎么了，七郎？你受伤了？七郎，一般命人伤害到媳妇了。走，我给你去让座。来不及了，躲不过了。救救他呀！你救救他呀！起来，你救救他！哎呀！根儿，去岭南找李善德，他会好好待你。我不要去了，你别走，你救救他！骆驼，跟小姐说，平安有事耽搁了，平安食言了，往后也不能跟他对饮了。
舍不得呀。七郎，七郎，七郎，正郎，七郎，七郎。你怎么来了？郎君本已经向东走了，眼看便要庇护司结束，却又为何要回头？我忘了，你说过吗？我就记得一会儿白天一会儿晚上的，我还以为你要把我变成一条鱼呢。七郎。这死孩子！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七郎，我怕到了天上没人伺候你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这第一枚鲜荔枝，当爱妃享用。谢圣人。我来。启禀圣人，这荔枝无一枚可食，全部流至色相巨变，不可食用啊！右相，这差事你若办不成，可向圣人言明，圣人宽容，不会怪罪于你。可是你却花下海口，才落得今日下场。这样一来，不但不能扬我国威，反而受人口实，说我大唐言过其实，虚张声势。此事右相办得欠妥呀！爱卿，圣人恕罪，贵妃恕罪。这荔枝方才运来的时候，确实是颗颗红艳，谁成想这里头已经腐坏了。是臣的错，臣疏忽了。
臣被这外表所迷惑，铸下这大错。可是圣人，臣觉得这中间有蹊跷啊。来，Litchi Road。为何要加陵琴？啊，于都使，李大使说了，用陵琴催熟，才能让圣人和贵妃吃上最甜的荔枝。把这个呀，按这个地址送去，一定要赶到我们之前赶到长安。平安，我设计荔枝与陵琴同住，可知荔枝外鲜内腐，贡品珍稀，必无敢先尝者。此计宜密呈左相。劳烦通告，郑平安求见卢思成，有要事相告。荔枝宴上，或可助其扳倒右相。事成后，你我于启厦门聚首，共离长安。奴婢知道了，奴婢知道了，奴婢知道。圣人是有奸人嫉妒我等转运功劳，在贡品上动了手脚。你既已承认这荔枝转运再无他人参与，那其他人又如何能做手脚？那就是转运方略有问题，奴婢只是严格执行而已。明知是纸上谈兵，还敢照之执行，你就是这么当差办事的？贵妃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，奉命行事。圣人明察，某自年初以来，一直忙于与吐蕃及回纥的商贸往来，因涉及外邦，故某事无巨细，某事必躬亲，唯恐托付不效，实在是无暇他顾，所以便让这于常侍全权负责这荔枝的转运。没想到你这狗奴，竟然如此敷衍了事。臣有愧圣恩，还请圣人治臣的失察之罪。圣人明察，这荔枝本就是义父之物，乃物心使然，又要千里迢迢从岭南运往长安，已尽举国之力。圣人，看在奴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请圣人饶命啊！圣人容禀，臣妾有话要说。如今于常侍说，为了能让本宫吃上一枚岭南的鲜荔枝，竟尽了举国之力。那本宫岂不成了不顾黎民苍生、挥霍无度的妃子？这荔枝运成了，是你的功绩；败了，却因为本宫的口腹之欲。于常侍可真是好算计。奴婢不敢，奴婢该死。贵妃饶命！看看你们办的好事儿，一个大喜的日子，让你们搅得乌烟瘴气，兴致全无。圣人，臣有话要说。在臣看来，这也许是件喜事，臣要恭喜圣人，贺喜圣人。左相，何其之有啊！圣人，倘若荔枝全部运来，看似维护了我大唐的颜面，可是圣人却觉察不到，某些人的心里已经向着腐烂的荔枝腐坏了。左相想说什么，不妨明说。荔枝虽然腐坏了，但是这一趟转运，右相把该赚的钱都赚完了吧？左相，方才某已经说了，
这荔枝转运之事，由那狗奴全权负责。哼！如此拙劣的挑拨，圣人恐怕是不会信的。圣人，如此看来，今日之事，有可能是左相设下的圈套。他先对荔枝做好手脚，再将脏水泼于某的身上。怎么，左相，你这是要祸乱朝纲啊？证据在此。圣人，臣这里有一本账簿，上面记录了高州刺史何有光这些年来贪腐的罪证，还记录了他输送右相的3000万贯，一条条时间、地点、经手之人，可以派人一一核查，请圣人明鉴。圣人，某向来一心为公，从未有过结交外臣之举。那罪臣何有光以畏罪自杀，这是死无对证啊，圣人。所以左相才拿来借题发挥。圣人，左相的话不能信。巧了，我这里有一封效忠信，是何有光活着的时候写给右相的，呈圣人。你真是让朕开了眼了。锦娘啊，我带媳妇来看你了。我带媳妇要离开长安了。本来以为呢，把荔枝运到长安，以后就可以仕途无量，满心欢喜。可没想到，哎呀，朕越接近成功，越是满心厌恶。但是这回转运呢，也没留下什么遗憾。我把这荔枝啊，我其实运来了。阿爷，真甜。我听说圣人严惩了右相，还赐了羽常侍3尺白绫，想给他一个体面的死法。结果执行时，他屋中起了大火，把他烧得面目全非。这就是恶有恶报，坏事做多了，连老天爷都不放过他，到底也没保个全尸。你这都是从哪儿听来的啊？坊间早都传开了。我还听说左相替那荔枝使求情，说他为官正直，圣人才网开了一面，保住了他的性命，是吧？左相，这传言啊，都是无风不起浪，都是真的吧？坊间流言不可尽信。
不可尽信呐。没写。你还在生我阿爷的气吗？等他把答应我的荔枝树一棵不少的补充完，剩出叶子再说吧。你别操这个心了，你赶紧写。梁远，梁远，哎呦，长安来的信，来信了。哎，有劳。苏老回信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但放心，我也跟那些商人说过了，只要见到苏老，一定把你的话带到。相信苏老一定原谅你。哎，那留下吃口饭。哎，不了，某婆姨快生了，来喝百日酒啊！走慢点，慢点。梁元兄，这么多年汲汲于长安之业，眼看多年夙愿得偿，却自毁前途。这在你昔日的同僚眼里，怕是比死还痛苦的事。刘署令说你是蠢袍子，就这样告别了长安城的四锦繁华。可我知道，你不是为了仕途，也不是为了家人，仅仅是为了一个道理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你才是真的痛苦。此事本就起于贵妃的一句无心感叹，终于贵妃的一声哀叹。自始至终，大家为此事极力兜转，眼中不及其余。至于朝廷法度，就像是个蹩脚的戏班子，远远地隔着一层薄纱，围着盛大的胡旋做着伴奏。如今，一切看似尘埃落定，其实暗流涌动。有人执着，有人放下，不过是从一个困局跳到另一个困局之中。我倒羡慕你，能在岭南过着陶渊明般的生活，不用再卷入长安的漩涡中，或许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若是正面，我便留下。今日上元节，咱们点个灯。看看阿爷给你做这个灯好看吧？嗯。挂起来。阿爷，我们在岭南，阿娘还会看到我们吗？能。不管咱们俩在哪儿啊，你阿娘啊，都在天上保护咱们。还有你舅。阿娘啊，我知道。你是怕我伤心，才让院子里的桂花树迟迟没有开。我跟阿爷已经安全了。今
今年的桂花树已经开得特别灿烂。阿娘、舅舅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桂花树开花了。李善德的故事呢，今日就算完结了啊！哎，咱们后面还有本书叫《长恨歌》，哎，有功夫咱们再聊啊。哎，那李善德后来怎么样了？对呀，最后回没回长安呢？到底？书中有暗表，哎，后来啊，长安发生了巨变。这李善德留在岭南呢，因祸得了福，正应了老天爷那句话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做好人有好报。听明白了，打个明白。思量，过往终究是来日方长。今世还原一番荒芜心肠，念旧风光，沧海化作星芒，离合匆忙，风雨夜香，功过渐忘，不觉山水迢迢。人间草木繁花似翠人桥，浮华过眼，雕琢成沧桑。平凡可抵漫长，悲欢皆不知你的模样。世间纷扰难收场，我愿独守门庭芳。盼旧人不夕阳，花开自赏，流马无恙，长安可是去岭南的方向。